我是 Mike， 终于还是没忍住买了一台 P50， 还有一个号称媲美外延效果的智能音箱，音箱是其次。今天主要是想客观的帮大家认识一下真正的 P50， 不吹不黑，单凭个人感受。那么现在我们先看 P50， 同时为了去掉恰饭嫌疑，放一张订单截图。华为 P50 Pro， 我这一台是白色512版本，花了7488。关于今天这台手机，我想有3个方面大家可能会非常感兴趣：一，这台4G 手机的网速如何，和 5G 网络有多大差距；2， P50 的屏幕是否真的进步巨大，或者如某些科技号宣传的那样已经超越3星屏幕；3， P50 的影像技术到底如何。以上3个方面在接下来的视频中都会涉及到，现在先快速走一下开箱的基本流程。如大家所见，没有充电器和充电线，据称也是由于制裁的原因。没关系，我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华为的充电器，不过简易保护壳还是有一个的，但我也可能用不到，因为我还订了一个环闪。接下来我们再快速看一下这台手机的外观，当然最吸引人的就是这2个大眼睛了。有些人说很丑，我之前看图片时也感觉有些突兀，但是当把它拿在手中的时候，观感瞬间就不一样了，很耐看，而且特别有辨识度。在买它之前，我去线下开过展机，对于外观方面，除了这个大的有点过分的挖孔，其他的都比较满意。同时，这次屏幕终于不再是大曲面，据说有效的避免了大绿边，这个值得点赞。对了 ，P50 的重量控制的也很不错，感觉和我的 Mate 30 Pro 差不多，咱们来称一下，195.3克。再来看一下 Mate 30 Pro， 195.9克，比 P50 还稍微重了一点。有些同学可能问，重量真的很重要吗？对于一台日常用具来说，轻薄便携确实重要，特别对于我来说，已经完全习惯了30的手感，肯定是想换一台手感最接近的迹象。然后至于外观方面，其实就没什么可看的了，估计大家也都看过不少专业人士的评测。现在直接上手开机。熟悉的鸿蒙 P50 出厂内置鸿蒙系统，用过的都说香，特别适合当其他设备联动的时候。比较令人欣喜的是，只有在大角度下才有一些折射产生的微绿光线，而在大部分情况下已经没有绿边了，所以起码在屏幕上 P50 是超越5K 接近版的那部 Mate 40 Pro 的。进入桌面了，初步的观感还是不错的，够亮，因为没有绿边，反正怎么看都比较舒服。但是当我和30的屏幕对比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相对于30的3星屏 ，P50 的屏幕亮是亮了，但整体颜色明显有些泛白，不知道是否是色彩设置的问题，我去调教一下。现在我调成了和30一样的屏幕设置，鲜艳加默认色温，再次对比30，字体上还是有些淡，总感觉是对比度不太够的样子。算了，可能是习惯问题，先不管这个了。相对于40的大药丸，这个中置挖孔显然看起来更舒服一些，但是对比其他品牌的机型，这个挖孔却显得大了一些，这也是 P50 发布以后我没有第一时间入手的原因。实际上在买这台 P50 之前，我是有过很大挣扎的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我的是联通 5G 卡，每月129元的 5G 套餐，换成 P50 也就意味着用这 5G 的费用要享受 4G 速度。虽据称 P50 优化后的 4G 网速也不错，但是我是不怎么信的。而我选 P50 的最根本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鸿蒙系统，特别是我的华为云空间是连续包年的，换了手机就浪费了。另外还有一个次要原因，据称 P50 是国产化最高的旗舰手机，我想感受一下。不过实话实说，7000多元买一台 4G 手机，这个价格确实是定的有点高了。现在 P50 这台升级系统，我们抽空看一下那台音箱，这台号称效果媲美外延音箱的智能音箱。实话说，直到收到货，我都还没想清楚为啥要买它。我有那么多好耳机，似乎用不着一个音箱。至于智能音箱，我家里也有一个天猫精灵，2个小爱，所以为什么要买它呢？我感觉这真的是一次冲动性消费，可能就是因为这片跳动的光源吧。之前也说过，我对一切带有科技感的产品都毫无抵抗力，这也是我平时最大的爱好了。但这个爱好真的挺烧钱的，我倍感吃力。来给大家听一下这台音箱的效果，建议戴上耳机。顺便再夸一下，鸿蒙各产品之间的联动真的很强大。怎么样，效果还不错吧？据说买2台可以组成立体声，等我的钱包再鼓一些，就去实现一下。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网速方面的对比，首先是 WiFi 连接速度。在无线方面没啥区别，这是想当然的事情。下面咱们关掉 WiFi 再测试一下。我这台30用的是 5G 卡，而我们小区也基本覆盖 5G 网络了。不过呢， 5G 信号最大的缺点就是覆盖面大不如 4G， 所以如大家所见，我这个工作间貌似可能在 5G 信号的边边角角，这速度实在感人，最终相当于5至10兆带宽。接下来咱们再试一下 P50，5G 卡装到 P50 里直接变成 4G 信号，这是一件颇为无奈的事情，我们能理解。来测一下 4G 信号的速度。
相当于20到50兆左右带宽。我总感觉有了5G 以后，4G 貌似被降速了，但我没有证据，也不敢乱说话，以便尽量减少被告的可能。不过呢，室内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对比性了，咱们移步室外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5G 和4G 的网速对比了。很多人看了 P50 发布会产生了误解，认为在华为的优化下，4G 能达到5G 效果，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华为的意思应该是 4G 加 WiFi 6的情况下，能够有一个更好、更加稳定的网络环境。但是在室外纯流量环境下，这种差距是无法弥补的，这是很多人最终放弃了 P50 的原因。有人会说 4G 也够用了，确实 4G 能满足我们大多数的网速需求，但是如果当在户外有下载需求时，习惯了5G 网速的我，对于 4G 的蜗牛速度实在有些无法忍受。同时这里想再提一下这块屏幕，它确实够亮，中午12点阳光下也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但一如我之前所说，相比我的 Mate 30，这块屏幕的色彩实在是太淡了，特别是在看视频的时候，总感觉缺乏了一些层次感，人脸上也是白乎乎一片，像是丢失了一些细节。之前我看过很多评测视频，均没有提到这个问题。有人可能会说我在吹毛求疵，也许吧，因为这款屏幕确实比 Mate 40的要好一些，但却仍然让我非常失望。当然，以上只是我个人观感，声明一下，以防被喷。不过，虽然它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，比如没有5G，屏幕看着刺眼，但我并不准备退掉它，因为这可能是第一款国产化最多的国产手机，很有纪念意义。同时，它的颜值确实也很让我满意，我很喜欢这两个如同煤气灶般的大眼，特别是当我们给它搭配一个环闪手机壳的时候，让我感觉它瞬间拥有了一种另类的美感。哦天哪，我太喜欢这种高辨识度的产品了。来谈一下。我感觉吧，加上了环闪手机壳，这款手机的颜值貌似更适合女生。我在想，要不要把它送给杰西呢？同时加了这个壳，握持感更好了，也更加不容易滑手了。所以为了这个壳，我也不退了。视频最后送上几张室外随手拍的照片，顺便唠叨几句 P50 的影像能力。它号称加入了计算光学，并且做到了所见即所得。经过实际测试，厂家似乎并没有吹牛，拍摄到的照片真实还原了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颜色。然后某一瞬间，有了一种在用佳能 R5 相机拍照的感觉。这计算光学确实强大，而这应该也算是 P50 路的优点中最大的那个优点吧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。接下来我得考虑一下是否应该把它送给杰西，毕竟他并没用过更好的屏幕，心理落差上应该没有那么大。